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脸书还有 Twitter，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2年的6月13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那每天晚上台湾时间每天晚上的10点30分，理查老师都会在 YouTube 跟大家一起学习中文。如果你想要免费学习中文，还有新 HSK 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老师跟各位同学打招呼。第一位同学是 King 你好，还有维凯小土豆，欢迎你，还有 Hardwin 阿巴卡巴玲珑同学，还有我们的这个春娇萨瓦迪克拉，还有我们的秋安，还有 Aya， 还有这是新同学吗 Josephine 你好。好，春娇说分享了。对，各位同学，如果你要支持理查老师，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老师的频道，然后关注我的视频哦。好 ，Hello Assist， 你好。那各位同学，理查老师的课程呢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都有，星期六的话是下午4点，台湾时间下午4点。理查老师会教新 HSK Level 1的课程啊。好，立新来了，欢迎，还有 Christina 小土豆，欢迎曹同学，还有 Sierra 同学，你好，还有新同学吗 ？Rini 你好 ，Miss Mary， 嘿，你好，还有丽敏，还有 Ron， 是新同学吗？欢迎你。好，那我们先来练习一下中文的数字哦。好，今天是8517。好，我们再看一次8517。好，中文要怎么说8517呢？我们来练习一下哦。8517。好，我们中文要怎么说这个数字呢？8517。Hello， 子墨同学你好，还有谁？哦，还有玲玲老师来了，欢迎玲玲老师。好，秋安是第一名哦，他说8517，答对了。Assist 8517 ，Hello Felicia 你好，好，还有谁 ？Christy 8517，不对，再试一次吧，不是17哦。好，维凯8517，很棒。Hello 卢斌同学你好，立新8517，曹同学8517，宋平不是17啊，你再试一次吧，宋平。好 ，CCSH 你好，还有谁呀？还有 Christina 8517，好，再试一次哦。好，蔡光明你好，还有谁？对了，8517 ，King 8517，好，米磊同学帮我点赞了啊，谢谢米磊。好，那这个数字啊，我们每天都要练习。你看你们啊，才2天没有练习哦，就忘记了。这个数字我们要说8517哦，8517。好，8517。517，好，8517哦，好，我们的这个利亚你好，利亚，好，那么我们来上课吧。好的，我们看一下啊。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中级词汇。我们今天要学习6个词汇。好，不过这6个词汇都比较简单哦。我们先来念一下这3个单词。第一个单词，窗户。好，第二个单词，春季。好，第三个单词，存。OK， 好的。对，今天要学习6个词汇哦。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
好，第一个单词叫窗户，这个单词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每天都会看到窗户，这个就是窗户 ，OK？Window， 好，你们应该知道这个词哦，窗户。好，那么窗户的量词是扇，所以你们要说一扇窗户，两扇窗户，三扇窗户 ，OK？好，窗户就是 window。好，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例句。他不小心把窗户打破了。他不小心。好，各位同学，不小心就是不是故意的哦，你不是故意的，这件事情是不小心，就是 careless 哦，这件事情不是故意的。好，故意就是 on purpose。不小心就是你不想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是故意发生的哦？不是故意发生的。好，所以我们说不小心 carelessly。好，把窗户就是这个了，你们知道窗户了，对不对？打破 break break。好，他不小心把窗户打破了。你也可以说他不小心打破窗户。你也可以说他不小心打破窗户。那如果你们用把这个语法点的话，我们就要说把窗户打破了。他不小心把窗户打破了。好的，可以了哦。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好，各位同学，我们的这个词汇里面呢，116个词汇跟窗户也有关系，第117个词汇跟窗户也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116个词汇，我们的单词是窗台。窗台，什么叫窗台呢？窗户的前面有一个台子哦，窗户的前面有一个台子。有的窗户没有窗台，有的窗户有窗台。窗台就是窗户前面有一个台子哦，有一个台子。这个台子呢，你可以放花，你也可以放一些盆栽哦。我们中文说盆栽就是 like flower pot, plant pot 啊。我们中文说盆栽啊，盆栽就是 plant pot。好，窗台。好，各位同学，有的窗户有窗台，有的窗户没有窗台啊，有的窗户没有窗台。那你看这只猫，它坐在窗台上面 ，window sill。像理查老师这个窗户就没有窗台，理查老师的窗户是没有窗台的哦。好，那有的窗户它有窗台，像这只猫，它就坐在窗台上，英文叫 window sill。窗台上面你也可以种花你也可以种花，你也可以放盆栽这叫窗台。Hello, Live a Duck， 你好。Hello, Say， 你好。好的，窗台，这是我们第116个词汇。各位同学，请问你们家的窗户有没有窗台？理查老师家的窗户是没有窗台的。请问你们家的窗户有没有窗台呢？你们家的窗户有没有窗台？好，理查老师家的窗户是没有窗台的哦。好，你们家的窗户有没有窗台呀？好，很好。春娇说，把花瓶 vase 放在窗台上。好，春娇，请你加个上，把花瓶放在窗台上。好，春娇，你再写一次哦，你加个上，把花瓶把 vase 花瓶放在窗台上把花瓶放在窗台上。好，有没有说老师我家的窗户是没有窗台的？好，宋平说我家的窗户也没有窗台。
弟弟也没有哦，这位同学也没有哦。卢宾家很棒诶，他家的窗户有很大的窗台。那卢宾家的窗台可能上面种了花哦，上面种了很多盆栽，对不对？放了很多盆栽，对，把花瓶放在窗台上。好，那么我们第117个单词是窗子。窗子，窗子是什么意思？就是窗户的意思哦，意思完全一样。各位同学，窗子就是窗户，意思一样哦，意思一样。不过老师觉得窗户这个词比较常用，我们比较常说窗户，窗子也可以哦。理查老师比较常说窗户，这是我家的窗户好，窗子也可以，所以它的意思也是 window， 所以这个词也很简单，窗子就是窗户的意思。如宾说我在我家的窗台上面种植物，很好，我在我家的窗台上种植物。好，春娇说我家的窗户没有窗台。好，慧君也没有窗台。Say 说我卧室的窗户没有窗台。好，维凯的家里的窗户啊也没有窗台。好，那么你们知道什么叫窗台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 Let's learn more about 窗。我们还有窗什么？还有窗帘。窗帘。好，各位同学，窗帘这个理查老师家的窗户是有窗帘的哦，这是窗帘，就是 curtain。好，这个我觉得你们家的窗户应该有窗帘吧？哦，窗帘，好，这个叫窗帘 curtain。好的，这个是窗帘。那我们还有窗框，窗框，窗框就是这个木头的这个部分哦，你们看得出来吗？这个木头的部分就是窗框哦，就是那个 window frame，window frame 窗框，窗框。好，assist 说雨开始下的时候我就关窗子了哦，雨开始下的时候我就关窗了。Hardwin 说我家的窗户有窗台。好，请帮我把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哦。好，卢宾他家是有窗帘的，卢宾的窗帘是白色的，理查老师家的窗帘也是白色的我的窗帘也是白色的哦。好昨天我买了窗帘，很好。你们也可以说窗帘布，如果你要讲那个布的话，你可以加个布，窗帘布。好，所以这位同学昨天买了窗帘布If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material, you can add 布cloth。这位同学昨天买了窗帘布窗帘布。好，这个是窗框窗框。那这个我们还有一种窗叫百叶窗，百叶窗就是 blinds。OK， 你们看得到吗？这个就是百叶窗这个就是百叶窗。理查老师家里没有百叶窗，老师知道Ben老师家有百叶窗你们家里有没有百叶窗？你们知道百叶窗什么时候要关起来吗？百叶窗什么时候你会把它关起来？对，百叶窗好，有一个情况你要把百叶窗关起来，什么情况你会把百叶窗关起来呢？谁知道？ Who knows? When will you close the blinds? 你什么时候会把百叶窗关起来呢？有没有说我房间的窗帘是灰色的？李宁老师家里没有百叶窗，理查老师家里也没有百叶窗，宋平家里有百叶窗这个丽同学家里没有百叶窗。这个 Fathen 说我家的窗子都用窗帘 curtain， 很好很好。安博说太阳的光怎么样的时候？很好，我不要有人看我的时候，很好，可能有人在偷看你，偷看好像叫 peek， 对不对？
Someone is picking you. 哦，那你要赶快把百叶窗关起来，或者你要把窗帘拉上来，你要赶快把窗帘拉上。哦，有人会偷看你哦。好，我把它写起来哦。好，如果有人偷看你的时候，你要拉起百叶窗，你要把百叶窗关起来，或者是把窗帘拉上，不然啊，会有人偷看你哦，会有那个渣男、变态 pervert 偷看你哦。好，如果有人偷看你，请你赶快把百叶窗关起来，或者是赶快把窗帘拉上。我们中文说拉上，就是你赶快把窗帘这样拉上哦。那还有一个情况很好，这个 Rainy 说太阳，然后有人说太阳光。那老师告诉你，什么时候我们会把百叶窗关起来，把百叶窗拉上。你可以说拉上百叶窗，你也可以说把百叶窗关起来。太阳光太强的时候，哦，太阳光太强的时候，我们会把百叶窗关起来。好的，所以各位同学，什么时候我们会把百叶窗关起来？太阳光太强的时候，我们会把百叶窗关起来啊。哦，有人喜欢直线百叶窗，我们就说百叶窗就好了哦。百叶窗就百叶门，我没有听过百叶门呢。我们说百叶窗，我们没有说百叶门哦。哦，很好。That's 说午睡的时候 when I'm taking the nap, I will close the blinds. 对，我会把百叶窗关起来。很好。曹同学说刮风和下大雨的时候要把百叶窗关起来，而且你也要把窗户关起来啊，对不对？你也要把窗户关起来。好，Liverda 问老师说有没有门框？有，我们也可以说门框，我们有说门框。好，这个Nella 说我的窗框很大，很好 ，very good， 很棒哦。好，没问题哦。好，那就是这样了。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好，那老师来考你们一下哦。第一个窗台，第二个窗帘，第三个窗户。请问我家的猫咪喜欢坐在看风景。我家的猫咪喜欢坐在看风景。好，我家的猫咪 is like my home's cat。中文会这样说，英文当然不会这样说。我们中文会说我家的儿子，我家的女儿，我家的狗，我家的猫咪。在 casual Chinese 我们会这样说，其实就是我的啦。哦，但是我们会说我家的。Okay, when you are talking to your friends, you will say that 我家的 actually that means 我的。好，我家的猫咪其实就是我的猫咪，喜欢坐在哪里看风景，它喜欢 watch the views。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呢？哦，窗台，对哦，窗台才有那个 space 可以坐着，对不对？窗台才有那个空间坐着哦。好，窗台才有空间哦，窗户没有地方让猫坐，窗台才有空间让猫坐着。好，非常好啊，你们都答对了。窗台，你们都说窗台，如冰窗台 ，Rini 窗台，因为窗台才有空间啊 ，space 让猫坐着啊。好，米磊。我家的猫咪喜欢坐在窗台看风景，非常好。好，这个 Fathan， 我家的猫咪喜欢坐在窗台看风景。
啊，光明也是窗台，我们的 Zegnik 窗台 Halloween 窗台，立新窗台 Liverduck 窗台，好，非常好。好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咯。好，那各位同学 let's learn about some collocations about 窗户。第一个，擦窗户，擦窗户。好，窗户脏的时候，你会擦窗户，擦窗户。好，没问题。第二个，打开窗户，打开窗户。你也可以说把窗户打开。好，各位同学，你也可以用把这个 sentence pattern， 所以你可以说把 object plus a verb， 所以你可以说把窗户打开，两个都对。But when you use 把 you're emphasizing windows， 你在强调窗户，所以你可以说理查老师打开窗户，你也可以说理查老师把窗户打开，两个都可以。好，再来我们说关窗户，我们有时候也会说关窗 only， 我们不说户哦，我们有时候说关窗也可以。那打开窗户一定会说打开窗户，我们比较不会说打开窗哦，所以关窗有时候 that's just a collocation. We only say 关窗 We only say 关窗 oftentimes. Okay. You can say 关窗户 of course, but often we say 关窗，关窗。那你也可以说把窗户，你也可以说把，对不对？把什么？把窗户怎么样？好，各位同学，你可以说把窗户关，不可以。你不可以说把窗户关，不可以哦。各位同学，我可以说把窗户打开 because 开 is a complement, but we cannot say 把窗户关 only， 不行，这个句子是错的。那怎么办？ Because we need a complement with 把。When you use 把 oftentimes we need a complement with the verb. So what can we say? 把窗户关上 Very good. 宋平很棒。We need a complement. 我们需要一个补语。这个补语通常是上。把窗户关上。非常好，维凯答对了。好，永祥你也答对了。你不可以说把窗户关，不行。因为我们用把这个 sentence pattern 的时候，我们要加上 verb plus 补语，我们要一个 complement. And this complement is 上 oftentimes 上。不可以把窗户关掉哦，不可以。高杰，关掉通常是 about the radio, you turn off the radio. 关掉 means you turn off like a machine. 关掉 is about turn off a machine. 不可以把窗户关掉，可以把窗户关上，可以把窗户关上。然后关闭窗户可以太正式了。Beth 宋说可不可以说关闭窗户？可以，但是 too formal. Actually, too formal. We don't really say this in our daily conversations, but it is correct. It is correct. 好，对，你们都答对了。把窗户关好也可以，也可以把窗户关好。通常我们有两个补语可以用。来，各位同学，你们写给我看哦。我们可以说把窗户关上，还有一个把窗户关起来。好，谁可以帮我写？把窗户关起来，还可以用起来。这两个是最常用的补语 complement。第一个，把窗户关上。第二个，把窗户关起来，也可以用起来。Very good. 把窗户关起来。这两个是最常用的。If you want to close the window, how to say that in Chinese? Oftentimes, we have two ways to say it. First one, 把窗户关上。The second one, 把窗户关起来。我们最常说的就是这两种啊。对，很好。
把窗户关起来。宋平，把窗户关起来。宋平，把窗户关上。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两个对，好，把窗户关好。OK， 如果要说把窗户关好 ，it's like you're giving an order。卢宾，把窗户关好。所以听起来比较好像你在命令 ，you're giving an order。听起来好像你在命令一个人。所以我们一般会说把窗户关起来，把窗户关上。It doesn't sound like an order, but when you say 卢宾把窗户关好 that sounds like an order. Okay, so the best way to say close the window, we will say 把窗户关起来，把窗户关上do we only use 把 with things we can use our It's not 不一定是手不一定用手，把的句型不一定是用手是直接 we can say direct action. When we use 把 it's like oftentimes with direct actions. Okay. 好 Okay, hello, Elite. 好，我们继续好好，我们看一下第118个词汇，叫做春季。春季，好，春季是 springtime 的意思春季。好，各位同学，我们也学过春天，对不对？我们也学过春天，有什么不一样？好，各位同学，平常说话的时候 ，in our daily conversations, we only use 春天，我们只会说春天。那什么时候用春季？春季是一个书面语，它比较是正式的用法，所以你比较会在 articles 文章里面看到。一般说话我们不说春季，一般说话不说春季，我们一般会说春天。春季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春季用在比较正式的地方用在比较正式的地方。好，所以各位同学，当你用中文说话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不用说春季，我们都说春天，我们都说春天好 ，Hello C 控来了C 控，好的 ，So 春季 also means spring or springtime, but it is a formal way or as a written language in Chinese. OK，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在北半球，春季是3月到5月，在 means in。北半球，北就是 north， 半球就是 hemisphere。好，这里就是半球。我们有南半球，sorry， 我们有北半球，对不对？我们也有南半球，对不对？各位同学，请问你住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理查老师住在北半球，因为台湾在北半球。各位同学，请问你住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呢？好，半球我们会说北半球，还有南半球。你们应该都住在北半球吧？没有人住在南半球吧？不晓得有没有同学是住在北半球？像如果你住在巴西，巴西应该是南半球，对不对？巴西是南半球嘛？那澳洲的朋友，澳洲的同学也住在南半球，对不对？宋平住在北半球，泰国在北半球如宾是春季出生的。那如宾因为春季太正式了，我们一般会说我在春天出生的因为春季太正式了，一般说话我们会说我在春天出生的。1989年4月14号好。永祥说，在缅甸，春季是3月初到5月底。Very good。好，曹同学说，我们的国家在北半球。好，那 Christina 说，我住在北半球。理查老师也住在北半球。有没有同学住在南半球？巴西的同学有吧？有同学在巴西，对不对？巴西是南半球好，南半球好 ，OK， 南半球
啊，对，维凯是住在巴西的朋友，所以他住在南半球。南半球，好，春季是3月 March，到就是 like to，OK，到的意思就是 to 啊，5月 May，OK，好，没问题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吧。诶，没有了，我们看下一个词汇好了。第119个词汇，存。好，存，存。好，各位同学，存是什么意思啊？存就是 pure，unmixed，存。那各位同学，纯是什么意思？就是单一，没有杂质，就是它很干净，它没有别的东西，它非常的干净 ，pure，very clean and pure，它没有别的东西加进来，它没有 mix other things，very pure，very clean，这个叫纯啊，这个叫纯。对，我们常常说单纯就是 simple and naive，right？好，好，这个 routines 的同学啊，这个你应该要问说，北半球的春季在什么时候？北半球的春季在什么时候？啊，应该要这样问，北半球的春季在什么时候 ？Norbert 应该住在北半球吧？哦，我们在哪个半球？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没有春天，一年只有3个季节。Besson 你在哪一个半球？北半球还是南半球？啊，南半球太热，旱死，热死了，不是旱死了。我们中文不会说旱死了，我们说热死了，热死了。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这枚奖牌是纯精致的。这枚奖牌是纯精致的。好，枚是奖牌的 major word 量词哦，奖牌就是这个东西啊 ，medal 奖牌，这个你们知道了哦，奖牌是的，这个我们教过了，这个叫做强调句 emphasizing sentence pattern, right? Emphasizing sentence pattern. You're emphasizing the word in between. So you're emphasizing 纯精致，纯精致 which is made of 纯就是 pure gold 纯金 pure gold。好，我们好像不说东半球吧？我们中文不会说东半球，半球只有北半球跟南半球，没有东半球啊，没有东半球。中间的话，我们说赤道吧，equator 对不对？赤道。中间我们说赤道，我们不会说中间，我们会说赤道。OK， 赤道 OK，equator 所以这个 Besson 住在赤道地区吧？你住在赤道地区 equator area Does it apply to materials or living creatures like human? Of course, yeah, Rubin, yes. 我会等一下会介绍等一下我会介绍。好，我们可以说赤道地区了。If you live around the equator, you can say 我住在赤道地区。我住在赤道地区。好，我住在赤道地区equator area。然后我们不会说东半球，我们只会说北半球跟南半球好，这枚奖牌是纯精致的，纯金就是 pure gold， 纯精致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好，那么我们有很多关于纯这个字的这个单词好，所以这个纯通常是 like 100% unmixed。Okay, so let's see the first one. 纯素，纯素，纯就是 pure, right? 素就是 vegan， 所以纯素就是没有肉，没有肉 no meat， 没有肉的东西，没有肉的食物，我们就可以说纯素，纯素。那各位同学，你看这个广告这个是个 advertisement， 你可以看到这个纯素，对不对？
那这里写纯素食品，食品就是 food product， 所以这个食品 food product 是 100% vegan， 100%没有肉。我们这个 100% 我们中文说什么？100%哦，100%。好，如冰说我住在中东靠近赤道地区哦，很好，靠近赤道地区。好，纯素食品就是100% 100%素的，这个食品是100%素的，素的就是 vegetarian vegan， 没有肉叫素，没有肉 no meat 哦。好，素的意思就是没有肉哦。好，像李朝老师是吃素的，所以我不吃肉哦。李朝老师是吃素的，好，所以素，你可以说这个食品是纯素的，纯素的食品哦。好，然后呢，我们也会说纯手工，我们会说纯手工。OK， 纯手工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一定是你自己用手去做出来的。哦，你自己用手去做出来的哦。哦，混血儿，对，那我们中文会讲纯什么什么人哦，我们等一下再说哦。好，纯手工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吃的东西，可能是工艺品哦，可能是工艺品。那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用手做的工艺品哦 ，artwork， 或者是食品也可以哦。你可以说纯手工的什么什么食品，也可以说纯手工的工艺品哦。好，所以这个叫纯手工，你自己用手做出来的，好 ，handmade，handmade， 对，纯素是没有肉的东西。好，所以是 100% handmade。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说，这个食品是纯手工制作。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好，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写的纯手工制作？制作就是 be made of，be made from， 纯手工制作就是他自己用手去做出来的，这个没有透过加工，没有经过 processed， 没有经过 factory， 他是自己用手做出来的，他自己做的，他自己在家做的纯手工制作哦，没有化学的东西哦，纯手工制作。还有一个叫纯天然，纯天然哦。那各位同学，纯天然的东西呢，刚好跟纯手工是 opposite。纯天然的东西是 like 100% natural 哦，这个是不是人工做的啊？不是人工做的，纯天然。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广告哦，这个广告是纯天然的蜂蜜。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什么叫蜂蜜吗？蜂蜜就是 honey， 呀、handmade， 没错，纯手工 100% handmade。好，那什么叫纯天然 100% natural？ 这个东西是纯天然的，不是人工的哦，不是人工的。好，我再念一次哦，纯素就是 100% vegan， 纯手工 100% handmade， 纯天然100% natural。纯素埃及人，安博，你可以说我是吃素的，因为纯素是 you're talking about food, not talking about a person is made of vegetables. No， 所以安博，你是吃素对不对？安博，你吃素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我是吃素的埃及人哦。If you're a vegan，OK，if you're a vegetarian， 你可以说我吃素就好了啦哦，或者是我是吃素的埃及 ，If you are vegan， 我是吃素的埃及人。好，像李乔老师也是吃素，对不对？好，对，纯天然蜂蜜很好。好，安博，你可以说，哎，我吃素，我是埃及人，我吃素啊、哦，我是埃及人，我吃素。
我是一个吃素的埃及人。好，那这个如果你说纯素 ，you're talking about food, you'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person, okay? You're talking about food products. 这个食品是纯素的 ，it's not about the human being, it's about food, it's about food. 对，纯天然蜂蜜很好。哦 ，Sierra 说吃素4年了，好，非常好。好的，那我们来做一个题目吧。素、手工、天然。这盘猪肉水饺，猪肉水饺 （pork dumplings） 是纯什么的？好，请告诉老师答案。这盘猪肉水饺是纯什么的？纯什么的？好，请告诉老师答案。这盘猪肉水饺是纯素的。Hardwin， 猪肉怎么会是素的呢？猪肉是荤的，不是素的啊。我们中文说猪肉是荤的，绝对不是素的。好，猪肉是荤的啊，荤的。哎，荤怎么写？好，猪肉是荤的。好，请问你们答案是什么呀？好，猪肉绝对不是素的，对不对？你们不要被骗了哦。来，裴静，猪肉怎么会是素的呢？猪肉怎么会是纯素的呢？对不对？猪肉是荤的呀。来，猪肉是荤的，荤的就是肉的意思，荤就是肉。猪肉是荤的，不是素的。以后你们看到荤的就知道 means that made of or made from meat. 荤的就是 made from or made of meat. OK， 荤的就是肉做的哦。所以答案是什么呢？哇，很棒！这盘猪肉水饺是纯手工的，你是自己用手包的哦。你自己这个水饺啊，是你自己用手包起来的，纯手工的，不是用机器的 ，not by machine. That's handmade dumplings， 自己包的，不是用机器做的。我们就可以说纯手工的，不是用机器做的，是你自己用手包的哦，自己用手包的哦。好，很好，这盘猪肉是纯手工的，这盘猪肉是纯手工的 ，very good。好，纯手工的，纯手工的，好，非常好哦。好，纯手工的都答对了。好，那水饺绝对不是天然的，天然的表示它是大自然孕育的东西哦，大自然里的东西啊，大自然里面的东西啊。好 ，OK， 好，那我们还有纯种，好，各位同学，纯种我们一般用在动物，不是人哦，我们不会用在人身上。你不可以说我是纯种的，不会。It's not about people, it's about animals. 所以你可以说这只狗是纯种狗。Usually, it's about cats and dogs or horses. 纯种狗，你可以用纯种狗、纯种猫、纯种马。通常是动物，你在说动物哦。你不可以说你是纯种的，纯种是用来讲动物的，不是用来讲人的。人不可以用纯种，很不礼貌 ，very rude and very impolite. You can say 纯种狗、纯种猫、纯种马，巴拉巴拉巴拉。你也可以说这只狗是纯种的，这只猫是纯种的，这只马是纯种的。哦，好 ，So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purebred in Chinese, we say 纯种，纯种。And how about clothes? 衣服怎么办呢？衣服我们会说纯棉 ，100% cotton， 纯棉的。那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材质，对不对？有很多不同的 materials， 有很多不同的材料，有很多不同衣服的材质。我们还会说纯什么？纯羊毛，
纯羊毛，还有什么？纯羊毛 ，like 100% wool，羊的毛，对不对？100% wool，纯羊毛，纯棉啊。好，衣服可以是纯羊毛做的嘛，羊的毛做的，对不对？也可以是纯棉做的，100% cotton，纯棉。好，可以吗？听得懂吗？听得懂哦。好，那么我们第120个单词叫纯净水。纯净水，你们看这个图就知道什么叫纯净水了，对不对？纯净水就是干净的水，很干净的水啊，这个叫纯净水。有时候你去外面，你会到商店去买纯净水，因为纯净水比较干净，比较卫生，对不对啊？比较干净，比较卫生。好，纯净水啊。好的，各位同学，纯净水你也可以叫它净水，你也可以叫它纯水，就是干净，没有污染的 ，not polluted 的原水啊，这种水比较干净，比较卫生，比较没有污染，你可以叫它净水，你也可以叫它纯水啊，它是很干净的。有的人会去商店买一瓶纯净水来喝，因为这种水比较干净啊。好，纯净水。好的 ，OK， 纯净水 ，pure water 啊，pure water。纯种狗，对 ，purebred dog， 纯棉的窗帘布非常好，可以说纯棉的窗帘布，100% cotton， cotton curtain，OK，不是，水饺绝对不是天然的，水饺绝对不是天然的，因为水饺是要人去包出来的，所以这种东西不是天然，它是纯手工。你可以说纯手工，但是不能说纯天然哦。好，我看一下，夏天穿纯棉的衣服最舒服。好，很棒的句子哦，很棒的句子。永祥说，纯净水跟矿泉水一样吗？一样的，在台湾我们会叫矿泉水。永祥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台湾我们会叫矿泉水，英文也不太一样，矿泉水叫 mineral water。在台湾我们不叫纯净水，我们叫矿泉水，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哦。纯净水跟矿泉水是一样的意思哦。我喝完的矿泉水是纯净水 ，OK， 非常好。对，纯净水是很干净的水哦，很干净的水，干净没有污染的原水哦。Fanny 说，哦，OK，哦，菲尼这个比较专业一点，比较 professional 一点。他说，纯净水是去除了绝大多数杂质的水。哦，那矿泉水是含有一定量的矿物质的水。好，为什么叫矿泉水？因为里面有一些矿物质，有一些 minerals， 所以还是有点不一样了哦。不过我们一般去商店的时候，你可以跟老板说，老板我要买一瓶矿泉水，我要买一瓶纯净水。一般商店里面会卖的是矿泉水比较多哦，矿泉水、纯净水，所以其实你跟老板说，他都大概知道就是这样的东西哦，纯净水、矿泉水啊，好，蒸馏水啊，也可以说蒸馏水。这只猫是纯种的，可以。我的衣服是纯棉的，加个的，都听，加个的哦。我的衣服是纯棉的，好。然后清闲说，我的衣服完全是棉做的。清闲，纯棉做的，纯棉已经是完全的意思了，所以你不用再说完全，你只要说我的衣服是纯棉制的就可以了。我的衣服是纯棉的，我的衣服是纯棉制的，不用再加完全了，因为这里的纯就是 pure 就是 totally completely，所以你不用再加完全了。哦，不要再加完全了，你就说我的衣服是纯棉的就可以了。我的衣服是纯棉的。Yeah, pure and clean。好，了解了吗？好，老师再念一次哦。纯种 for animals, not for human beings。
纯棉，纯棉，纯净水，纯净水。好，各位同学 ，once again，纯种 is for animals, not for people. If you use 纯种 to describe a person, it sounds rude and impolite. 那各位同学，对，我的狗不是纯种的，那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说？你们知道吗？宋平说我的狗不是纯种的，那要怎么说？它是杂种。杂种其实各位同学，我们中文可以说杂种，但是非常不礼貌。尤其我们骂一个人是狗杂种的时候，是非常 very very rude。OK， 有时候你在看中国的电视剧的时候啊，有人会骂另外一个人说：“你这个狗杂种，狗杂种 ，very rude。”OK， 所以这个人可能是这个人的爸爸妈妈可能是没有结婚就生小孩。没有结婚就生小孩，或者是他的爸爸妈妈是不好的人，你就可以骂这个人狗杂种。这个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一种说法，非常非常不礼貌的说法。那宋平的狗可能是混血的那种杂种的哦。我们用动物没有关系，动物可以说杂种，不要用在人身上，用在人身上都比较不礼貌一点。听得懂吗？哦，各位同学，有时候你在看 Chinese dramas， 你会听到你这个狗杂种，他在骂他，哦，他在骂他，很不礼貌的说法。那各位同学，我们如果要讲人怎么办？好，比如说我是纯泰国人，我们不常这样说啦，但是听得懂哦，我们可以听得懂。你可以说我是纯泰国人 ，That means yeah。You're a Thai, OK？ 你没有别的国家的血统，你没有别的国家的血统，你没有别的国家的血统。好，对，我们也可以说混种狗，对，好，混种比较好，对，我觉得混种比较好。宋平的狗是混种狗，宋平的狗不是纯种狗，宋平的狗。你的狗是混种狗。好，各位同学，你可以这样说，像宋平的狗不是纯种的，那你就可以说宋平的狗是混种狗，不会不礼貌哦，不会不礼貌。但是杂种是很不礼貌的哦，杂种是听起来不太好，杂种是骂人的哦，狗杂种骂人的。那你可以说混种狗，你的猫是混种猫，你的马是混种马。OK， 混种就是 mixed breed。OK，mixed breed。那如果你要讲人，你可以说我是纯泰国人，那表示你没有别的国家的血统，你是纯泰国血统哦。听得懂吗？听得懂哦。好，那像这个如冰，如冰长得好，不太像是这个。如冰长得有点像，我们可以说混血儿。哦，混血儿，你长得不像是一个国家的脸，你可能是中国加泰国，你可能是泰国加美国。那这样的人的小孩就是混血儿。比如说，你的爸爸是美国人，你的妈妈是印度人，那你就是混血儿。比如说，你的爸爸是巴西人，你的妈妈是中国人，那你就是混血儿。两个不同国家的父母结婚生的小孩就是混血儿哦，混血儿。OK， 听得懂吗？混血儿哦，好 ，OK， 了解了。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来广告时间。好啦，轻松一下吧，各位同学。现在 relax， 深呼吸。什么叫深呼吸？就是 take a deep breath， 深呼吸，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广告时间。老师刚刚说深呼吸 ，take a deep breath， 深呼吸哦。好，深呼吸。好，我们
深呼吸。好，然后呢，广告时间。各位同学，请你现在帮老师点赞，谁还没有点赞的？订阅 subscribe 点赞 give me a like 分享 share my channel。 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觉得老师的频道不错，那你可以每个月请老师喝杯咖啡，那成为老师的 YouTube member 小土豆这个应该1个月$2吧。If you want to support me, okay, you can be my YouTube member. 每个月请老师喝咖啡好，如冰说，我的父母都是阿拉伯人如冰说，其实我是阿拉伯人，但是我看起来像俄罗斯人。对，我觉得如冰看起来很像俄罗斯人如冰的父母亲都是阿拉伯人对，深呼吸就像这样。就是深呼吸 take a deep breath OK 好啦，那我们就开始考试了每一次广告时间结束之后就是我们的 quiz time 考试时间。好，第一题 quiz number 1 春季纯天然 100% natural 窗 window 窗春季叫 springtime。我们的句子是3月时我们参加了什么什么博览会。3月时我们参加了博览会。3月 March 时 like during or when 3月时 like during March 我们参加了参加 participate join OK 博览会 is like fair exhibition 博览会就是会有很多展览，可能是食品的展览会，会有很多吃的，可能是电脑展览会，会有放很多电脑各式各样的展览会 fair exhibition。 Christina 说3月时我们参加了春季博览会 very good springtime fair。 是不是有人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成为我的小土豆，这位同学变成了我的小土豆，谢谢你 thank you very much 哇cool。 老师最近的小土豆都变得好少都快要没有了小土豆变好少了好，立新说春季很好春娇春季好。永祥说3月时我们参加了春季博览会，非常好，因为3月就是春天，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春季会用在比较 formal situation， so 春季博览会 is like you're talking about a specific term, so you can use 春季 because you're like a specific noun, so you can use it 春季 in a formal way, you can use 春季 in a formal way。Okay. And 春天 sounds more casual, informal. OK. 好，这题的答案是春季，没有错好，对，一键3连好，维凯说3月时我们参加了春季博览会。好，这位同学春季非常好，春季很好，春季好。第一题你们都答对了，很棒，掌声鼓励。我们中文会说 give you like a round applause， 对不对？那中文怎么说？我们就说掌声鼓励。好，我们中文会说掌声鼓励我们英文会说 a round applause， 对不对？英文会说 a round of applause， 那中文会说掌声鼓励掌声鼓励。这位同学 K Thank you K Thank you K 好，谢谢 K 同学成为我的小土豆，谢谢，非常感谢好666太棒了，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好，你们要支持老师嘛，老师才有动力，才有 motivation， 对不对Hello French speaker 你好。对，我们说掌声鼓励就像这样，如果有人表现得很好，像你们都答对了，理查老师会给你们掌声鼓励 round， 英文就是 round of applause。 OK，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Number 2。第二题，纯种 purebred， 纯 pure， 窗户 window。这件衣服是羊毛制的。这件衣服是羊毛制的。好，各位同学，请问你们答案是什么？好，请问答案是什么？2，纯羊毛制的。Very good。好 ，Christina， 这件衣服是纯羊毛制的。纯就是 pure， 羊毛就是wool，羊身上的毛叫羊毛，所以你可以说 pure wool， 纯羊毛制的。好，维凯，这件衣服是纯羊毛制的。好，慧君，纯羊毛。好 ，Fathan 纯羊毛，宋平纯羊毛Zenik 纯羊毛，我们的 Tehiri 纯羊毛。好，我们的春娇也是纯羊毛。你们喜欢穿纯羊毛的衣服吗？纯羊毛的衣服通常是冬天的时候穿的，对不对？纯羊毛的衣服通常 usually 通常是冬天的时候穿的。You will wear pure woolen clothes in winter。纯羊毛的衣服都是冬天的时候穿的哦。好，这件衣服是纯羊毛制的。Hello Alice Press 纯。好，最后一题 The last question。春天，纯手工，窗。上帝为你，为你 means for you， 为你 for you。上帝为你关上门时，关上门 close a door。时就是的时候，时就是 when 的意思哦，时就是 when。上帝为你关上门时，也会为你打开另一扇什么？好，也 means also， 会 means will， 为你 means for you， for you， 打开 open， 另一 means another，OK， 另一 means another，OK， 扇 is a major word， 量词，对不对？上帝为你关上门时，也会为你打开另一扇什么？哇，如冰，谢谢如冰，也是我的小土豆了哦，谢谢如冰，哇，谢谢如冰，很棒，谢谢如冰哦。好，秋安说，上帝为你关上门时，也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OK， 好，所以这儿没有冬季，好的。Christina 说，上帝为你关上门时，也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非常好。上帝为你关上门时，也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也会打开另一扇窗。好，窗没有错，丽雅答对了。好，这个裴静也答对了，另一扇窗 ，another window。好，广告时间是有效的呀，Christina，you're right。慧君，另一扇窗 ，Bethson， 另一扇窗。好，各位同学，上帝为你关上门时，也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好，各位同学，所以当你觉得很绝望，绝望知道吧 ？In despair, when you feel hopeless， 当你觉得绝望时，当你觉得 hopeless， 各位同学，有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人生会觉得绝望。Sometimes you feel hopeless in your life。有时候在你的人生，你会觉得很绝望，你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办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这个时候呢，你要记得这句话：上帝为你关上门时，也会打开另一扇窗，所以一定有希望的，一定有机会的。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Never ever give up on yourself。我们一定要记得，上帝虽然 close the door，one of your doors，
它还是会打开，帮你开另外一扇窗哦。那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哦。这句话我们常常会说的哦，天无绝人之路，就是你一定有路可以走的。There is a road for everyone. 天无绝人之路。So never give up and never feel hopeless in your life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a road for you. God will set up a road for you only. OK? 好，不是缺望哦，是绝望。绝望就是没有希望的意思，没有错。绝望就是没有希望 ，hopeless。好，有时候你会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人生绝望哦。好，另外跟另一是不一样的。好，这个 phrase speaker 我们以后再谈，因为这个是一个 a big grammar point. Let's talk about it next time. 好，所以各位同学，天无绝人之路，你们一定要充满希望，不要感到绝望，一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哦。要记得，上帝为你关上门时，也会为你打开另外一扇窗 ，open another window for you. There is always a hope right there. OK， 好，那么我们今天，哇，太好了！如冰其实像理查老师的妈妈也去世了，对不对？不过我们随时要对人生抱持着希望，我们随时都要加油，不要放弃哦。天无绝人之路，很好。好，那谢谢今天各位同学来参加老师的课程，也谢谢今天加入老师小土豆的同学们。哇，谢谢如冰哦，谢谢我们的 K 同学哦，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那Jua Sorry, I don't know how to read your name. Thank you, Jua.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同学，我们明天再见，明天上 HSK Level 5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拜拜。